我只想说，抛弃幻想，准备战斗，绝不能等到美军准备好了再战斗。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祥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否打算与中国开战？美副防长说漏嘴，美国决议武力介入台海。几天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国防部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这可能有助于他们为与中国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请注意，这可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说的话。这是故意的恐吓性威慑，还是美国战略的主要目标被无意泄露？我看是后者。现在我来归纳一下希克斯接受采访的几大要点：一、为了做好与中国进行潜在冲突的准备，美国必须吸取乌克兰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二、交战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都面临关键弹药短缺的问题。美国在向乌克兰运输物资时，也发现自己的库存已经耗尽。三、美国必须维持稳定的弹药生产线。乌克兰战争凸显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四、美国国防部还获得了总统缩编权力，以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这项授权允许他向台湾运送库存武器之后再填补。请各位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美国眼里，确保武器弹药供应，以应对和中国的冲突，就是为了保障台湾的需要以及美军介入台海的需要。五、希克斯特别强调了太空领域对未来战争的重要性。他说，这场冲突凸显了美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商业太空创新生态系统。在战争期间，新链生态系统使得互联网在战争期间能够继续在乌克兰运行，让乌军准确地探测到目标，使前线的图像能够向外传送。系统也产生了大量的卫星图像来揭示俄军的行动。六、即便美国继续在欧洲武装乌克兰，其重点仍然是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竞争。他说，我们并不是要在两个地点之间权衡，我们有一个以中国为重点的明确战略。希克斯的这六大要点，最核心的就是第六点了。我们并不是要在两个地点之间权衡，我们有一个以中国为重点的明确战略。也就是说，乌克兰战争也好，扩大为北约之间与俄罗斯作战的欧洲大战也好，都不是美国的第一军事战略重点。这个第一重点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而希克斯接受采访讲话要点中，也就是前面的第四点说的，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这项授权允许他向台湾运送库存武器之后再填补。这不就是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一项内容吗？授权美军把多余的武器装备转移到台湾。也即是美国不仅要武装台军，还要提前在台湾库存武器。这就是拜登政府决议武力干涉台海战争的决心和具体措施。既然要在台湾库存武器，那就不光是给台军使用，而是要给美军提前准备好。我们现在还对美国意图视而不见的话，那不是蠢，而是故意的坏了。我只想说，抛弃幻想，准备战斗，并且越快越好，绝不能等到美军准备好了再战斗。那样的话，不可预测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